什么宝贝猫咪才是猫和老鼠中最细思极恐的一集？看似是一场汤姆被戏弄欺负的闹剧，实则却隐藏了人性与心理学上的双重陷阱。故事的开篇就一反猫和老鼠的常规操作，一身婴儿装的汤姆被主人从柜子后被拖出来。这位仅登场过一次的人类角色名为南希，虽然年纪尚小，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控制狂。从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，南希在强迫汤姆陪她玩家庭游戏，南希扮演妈妈，而汤姆则是宝宝。从汤姆的无奈表情和迁就式的顺从来说，这显然不是第一次了。尽管汤姆也对自己的待遇感到非常不满，却无奈于主人的胁迫。随后在尝到牛奶的味道后，也是选择了摆烂，主动接受了自己的命运。殊不知，正是汤姆的妥协，接受外界的异化，使得他遭遇接下来的一系列悲剧。此时在另一边偷看汤姆丑态的杰瑞，对于这位老朋友并没有多少同情，反倒是变着法子自己接受现状的汤姆。先是用唱片盘播放经典的摇篮曲，并模仿婴儿嘲讽，而被激怒的汤姆也立刻起身追赶杰瑞。当杰瑞顺势跑进娃娃屋时，从这里的细节就不难看出，南希平时真的非常喜欢家庭扮演游戏，但强迫宠物来扮演就有点过于蛮横了。就在汤姆把杰瑞逼入绝境时，却被突然回家的南希撞见，不仅又一次被抱回了婴儿床，还被下达了更严格的命令，强迫服从，扼杀天性。一个孩子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或许是无意为之，但如果南希是在模仿他自己的母亲，那可就细思极恐了。毕竟小孩子习惯将比自己小的动物当作宝宝，而他们照顾动物的方式又来源于自己被父母照顾的模仿。从南希对待汤姆的态度上，我们也不难想象出南希的母亲又是如何教育南希的。那么南希也就顺理成章把这些施加于汤姆身上。在南希离开后，杰瑞的折磨却并未停止，这次他跑到窗边，吸引了正在屋子外面的流浪猫铁三角。要说这个撒折磨起汤姆来，完全就是得心应手。汤姆先是被嘲弄羞辱，随后又被物理伤害，最终还被像球一样扔进鱼缸，随后被强迫换尿裤，参与一场疯狂的派对。直到南希重新出现，流浪猫们才慌张逃离，独留下汤姆去承担压力。在大部分人看来，这场混乱不仅和汤姆无关，且汤姆本人更是唯一的受害者。而南希的责备和愤怒却全部施加在了汤姆身上。随后的汤姆被锁在婴儿高脚椅上，还被强迫吃下了一勺具有强力催吐作用的蓖麻油作为惩罚。而就当杰瑞得意地嘲笑汤姆时，蓖麻油从高脚椅上洒落，直接落入了杰瑞的嘴里。一对苦命鸳鸯最终都趴在阳台上呕吐不止。尽管杰瑞因为自己的过分举动也受到了惩罚，但显然和身心俱疲的汤姆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。本集中汤姆主动接受婴儿身份的行为，隐喻了心理学上的退行现象。在外界压力和来自主人的痛斥暗示下，汤姆的动物天性被剥夺，同时因为恐惧进而产生了放弃成熟、退化为幼儿的行为。而这也成为汤姆被不断欺凌、陷入恶性循环的本质原因。最后汤姆成为唯一的犯错者，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理解，其实也正像极了当我们小时候与他人发生争执时，很多父母不会直白表现关心，而是责备我们的不理智和胡闹，并最终将责任归咎于我们的不听话，却不知正是这种忽略的积累，才会带来最终难以挽回的结果。